选择桩材，一是看根盘，二是看主干的过渡。像这种松树小老桩，枝干的过渡和根盘形成不好，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培育。松树在这个季节不动土的前提下，可以进行定型。不动土是指不动下端的须根，上端的老根要把它露出来，像考古发现一样，慢慢的将土剥离，把根露出来。去土看根的目的是依据根盘选择合适的造型。这种脱根向后的抓力很足，适合做斜杠造型，就像现在这个成型形式。也可以像这样，把根盘向上，做成临水或悬崖。做成临水或悬崖，根盘向上凸起，表现也不错。这样栽种，多花2年左右的时间去改变根的生长方向。对松树也包括其他盆景的培育，必须按部就班的进行。现在不是成型或好看的时候，用这种宽口浅盆种，透气性好，根系生长快。选择悬崖造型，能充分展现这棵小老桩主干弯曲和根盘的特点。对悬崖盆景的调整，主要是依据根盘和第一弯的角度。主干第一弯的角度一般要小于70度，突出根盘的表现是重点。填上沙子土，在这个下方开一个口。浅种高维是培育根盘的有效方法。浅种有利于盆土渐干渐湿，进行高维有保湿效果，盆土的透气性好，根系生长快。把根盘定好，再调整枝干，从这里开始形成一个下旋的趋势。主干的这个点向上，突出的弯曲点在这里。松树有拉弯的可能，尽量的不要开口。主干第一弯大角度的变化是悬崖盆景的主要特征。在拉弯的过程中，对受力点的选择要多试几次，受力均匀，容易达到变形，而且枝干在弯曲过程中不容易折断。吊拉是盆景造型中最传统的方法，之所以延续下来，是因为吊拉能准确较快地改变枝干的角度，而且在枝干上几乎不留痕迹。主干下旋，这里形成了一个空白，把这个枝拿过来，在这个地方补枝，主要补的枝条尽量的不要受到伤害，把皮丛拉松，增强枝条的韧性。先试一下，找准补枝的位置，补枝要与主干形成一个斜角，这样可以增大枝条的接触面，同时也要符合出枝的方向。补枝成功的关键是开口比枝条越小，选择枝条的结合点尽量的要靠近芽头，拔掉老针，不要对枝条进行破皮，一次性把它压进去。想好了再动手，不要反复进行。挤压进去之后，皮层会自然破裂。用胶布把它扎紧，要防止水进入，影响它的愈合。补好的效果像这样，枝条不凸起，与主干在一个平面上。最后用铝线把它扎紧。松树补枝1年左右就基本形成愈合。补枝之后形成了主干交替出枝，以后再去逼压，完成枝盘的成型。定根、定干、补枝这些操作仅仅是这盆松树成型过程中最初始的阶段。等树树恢复后，还对它进行逼压和调整。像主干这个部分，现在形成了一个弓形的弯曲，看上去有点机械，还要对这个部分进行破杆拉弯，改变这个过直的部分，使下旋弯曲的角度更加自然，旋得更有险峻。我是三全农场，感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见。